我当太阳51年了，即便是恒星，也有燃尽的一天。时光是宇宙间最恒定的法则，也是最无情的伤害。我要死了，但这就是终点了吗？意识没有消散，我转生了，没曾想毁灭竟是新生。晨儿，别怕，爹娘在，一定护你周全。这具身体叫晨儿。大哥，别硬撑了，司家人已经死绝了，给我交出家主令。司彻，你居然为了夺权，勾结李家那群畜生，侮辱血海同族，此等行径，天道难容。修赤焰诀40余载，天下无敌，你却要将家主之位传给你那没有灵根的废物儿子，这才叫天道难容。看来在这个世界，没有灵根就会被判。老二，你蹦一个坑啊！你当年贤秀差点毁了整个司家，现在又勾结李家，对亲兄弟赶尽杀绝，连做人都不配，还想当家主？司家今天就是灭了，也不可能传给你。原来又是为了权力。人类的故事永远在重复同一场关于权力的游戏。废话少说，家主令我自己取。能量的本质是创造秩序，但他的本却在这里。是傻废物！二叔这就送你去见阎王，记得求阎王爷下辈子赏你个灵根。爸，继承你因果，自当结果。我便帮你解救了司家。看来这具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强烈的爆发。罢了，既入此身，便寻此间因果吧。没灵根的废物，怎会有这等力量？肉身苦短，妄念太长，执着于虚妄权柄，并不划算。你这痴儿也配议论生死？轻贱权柄，装神弄鬼就敢教训长辈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哎，晨儿，小心！二哥，不可！结构不稳定，能量转化低下，温度也不及最微弱的日晷涟漪。这就是你要证明的天道。无灵根者只能靠邪修。大哥，你表面道貌岸然，居然纵容你儿子是邪修。二弟，你技不如人，就开始贪污了不成？你痛下杀手，吾儿方才定是临危受命，才有所觉醒。就是，二哥，你是输给了侄子，觉得丢脸了吧？哼，被我说中痛处就急了。灵根乃修行之根本，无灵根者
是注定被天道摒弃的凡俗废体。这个废物究竟是觉醒还是旁门左道？三叔，灵根到底为何物？灵根乃修行之根本，就是身体里的天赋种子。比如我是金灵根和水灵根，电影就是这个。啰嗦！我今天就要替私家的列祖列宗清理门户。看来我需要你了。是这样吗？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杂。老三，你何时教晨儿雷法了？他没有灵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就比划了一下什么是雷灵根。晨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自己长出来的。啊，是长出来的。荒谬！荒天下之大谬！灵根乃天授，岂是说长就能长的？定是邪修！这祸害，今日我必诛你！你就是鹰，魂飞魄散！天蟒！我的赤焰蟒！脾气倒是挺大的。哈哈，赤焰蟒沾身即焚啊！晨儿不仅安然无恙，居然还能化为己哦！我的灵力，我的灵根，为什么我感应不到了？啊！你的能量在触及更高层的光热法则时，自然会崩塌、消解、湮灭。你放屁！我苦修40载，怎么可能被你碰一下就没了？不是真的，这是幻术，是心魔！快清醒过来呀！司彻，你勾结外道，意图弑杀千尺，如今修为尽失，灵根溃散，乃是咎由自取。现以家主之名，将逆徒司彻逐出司家。我是司家家主，别碰我！太阳，好亮的太阳！晨儿，你还好吗？娘担心死了。我没事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血缘亲情吗？晨儿，你方才展露的力量非同小可，这测灵石能确定灵根的属性与等级，你且一测，才能为你规划修炼之路。晨儿，将手放在上面，放松心神。辉光，这灵根未现，是伪灵根。那晨儿刚才爆发的灵力源自何处？灵根是凡人用来沟通天地灵气的天赋桥梁，而我曾是能量的源头本身。莫非晨儿是某种未记载的绝世体质？哈哈，不管如何，我侄儿乃麒麟子。你刚才那下太帅了。晨儿，你既已觉醒，这几日便选一门功法，正式修炼吧。如何修炼？第一步，引气入体，感应天地的灵气，引入到自己体内。炼气达成大圆满，方可进入第二步，筑基。三叔，那后面结金丹，凝元阴，化元神，反正最终呢就是飞升。不过离你还远的喽。人类可我也是从古到原来，若遵循此修仙体系，就成就不了修仙。寻常子弟引气入体需5-7日，晨儿从未接触修行。哎呀，咱别给晨儿压力了，第一次嘛，能感应到灵气就不错了。说的也是。哎呀！
快看！炼气一层，炼气二层，我的老天！9层林哥，这他娘的是修炼还是大积木啊？这还是我们之前那个不说话的少爷吗？还是太慢了，受体分得太脆弱，无法承担核聚变化。从无到有，一个时辰就练气9层。陈儿，你掐三叔一下。你还真强！灵气化形，吞吐如虹，老夫活了70载，从未见过如此阵仗。是啊，家主当年炼气1层也要1月，咱们4家这是出真天才了啊！为了适配这个世界的合理，我已经将能量吸纳与转化的速率降至匀出的10万分之一，看来还是太快了。扮演凡人，似乎比成为一颗恒星要复杂得多。陈儿，修炼是逆天而行，需经历万千劫难。你这般顺畅，福祸难料啊！逆天而行，太阳普照，何时在意过浮游尘埃的悲喜？也许天地本身并不介意了。大哥，你听听，陈儿如此心性，如此天赋，分明是上天赐我们4家的绝世之交啊！你就别再杞人忧天了啊！我不管什么绝世之资，我只要我的陈儿平平安安。今日发生之事必须瞒住，任何人不得对外泄露半句，违者以判足论处。违者以判足论处。是。可陈儿这气息虽然仔细感知，就知绝非刚入门者。此事传出去，陈儿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如此闭关，其名有加，小分炼气这3层，对外便这么说，记住了吗？这个温度与以往的光和热不同，微小却具体，这便是亲情的温度吗？好，爹，这地方还是灵气太稀薄了。大哥，不如我带云儿去云锦城转转，那里灵力充沛。虽然那已经是李家的势力范围了，但灵脉终归还是我们私家的。也好，不过李家表面道貌岸然，背地总是干些阿杂事，你们此去一定要小心啊！大哥，你放心好了。陈儿未来必搅动风云，希望私家这艘船能不惹一切水。三叔，我今晚准备筑基。陈儿，虽然你天赋异禀，但也才刚练气，急不得啊！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回去怎么跟你爹娘交代？三叔，我看了书上记载的条件，我的核心温度和压力已远超标准，无需再练，只需减压。这还是我之前那个傻侄子吗？你能说点三叔懂的吗？反正就算是天才，也不能违背修仙的基本法呀！哎呀，筑基的事儿回去再说。给你乾坤剑，存着咱们私家历代积累的一些资源，足够应对绝大多数的情况。空间折叠剑，利用的是虽然粗糙，但也算方便。你家那群吸血鬼整全后，云锦城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。我们私家管辖时哪有那么多流民啊？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堆积，就会形成黑洞，吞噬周围的一切。生机唯有留地流光，稳定方能延续。陈儿，能给三叔解释一下吗？意思就是全儿所需，各得所计。陈儿，那是2品一血造人参，那是玄铁匕首，你这是败家！一日连破3境，私家的傻子，这是一夜之间变天才了。狗屁天才！
定是私家那老不死的把压箱底的宝贝全喂给他了，还敢来我们云锦城装大善人。死彻那个废物，我给了他那么多筑基死士，结果却被碎了灵根，押入地牢。私家想用恩惠收买人心，趁机收回云锦城，也得问问老夫答不答应。爹，我已炼气5层，收拾个靠丹药堆起来的废物，3周都嫌多。今天让私家好好看清楚，谁是这儿的天。哎呀，我感觉到了你的气息，在这个地位世界，让你彻底熄灭。取而所需，各得所请。神啊，那是2品泥血造人参，那是玄铁匕首，你这是败家！善人，大善人啊！谢过四少爷天恩，四少爷悲天悯人，私家人善无双啊！私家人善无双啊！罢了，天儿是在积德，那点东西我们私家还出得起。谢四少爷！以后李家那帮杂碎再敢作恶，老子就用这个去问候他全家。这里的语言编码很有趣，问候全家似乎是最高规格的礼仪表达。少爷刚在贫民窟，真是大手笔啊！家父特备薄礼，恭贺四少爷出道宝地。1品丹药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！满是杂质的低效化学合成物，此界对宝物的定义过于宽。陈二，礼数面上须过得去。多谢。果然，杂质太能量转化率不足0.05%。金嚼了，不炼化，口感酥脆，余味苦涩。李家主，我代表私问候你全家。你废物，敢辱我李家！这是我对李家主最郑重的提醒。我呸！你分明就是趁机侮辱我李家！一个靠丹药堆到18岁才勉强炼气3层的废物，跑到云锦城散点钱做点秀，就想踩着我李家的脸面立牌坊，做你娘的春秋大梦！我们私家行事光明磊落，何须做戏啊？云锦城的百姓苦你李家久也，我们看不下去才出手救济。既然此地众生疾苦，李家便失了治理资格，此城私家当收回。你说收回就收回，你配？你就配躲在长辈后面嗑药。你要是个带把的，就用修仙界的规矩，堂堂正正的跟我比一场，上擂台，生死互论。远近已是炼气5层，同辈之争无人能敌。私家小儿若敢答应，必死无疑。陈二虽已炼气9层，但现在无意在人前显露。嘿，小胖子，真当我们私家怕你不成啊？我们是不欺负你。陈二，我们走。我看你们就是怕这个废物离了丹药罐子，连3息都撑不住，被本少爷活活打成烂泥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私家这什么狗屁天才，分明就是一个只会装神弄鬼，一碰就碎的软蛋。你可以比，不过若我赢了，就将云锦城归还私家。好，若是我赢了，你就当众自废经脉，像条狗一样爬出云锦城，从此私家之人永生永世不得再踏入云锦城半里。啊！这要是让嫂子知道了，还不得给我当叛族处置啊！我曾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，存在与消亡本就是宇宙循环。白仅为了续余生命，可若连光都为我失去，这人间与我所挣脱的那片友谊又有何区别？陈二，轻点，
火土香气，威力倍增，难怪这小胖子如此嚣张。土属性低效介质强行承载火系能量，它的火越旺，本源越是透支。哎，还好，陈儿知道收敛。李少爷这拳快如闪电，根本不给对手反应时间。他一个炼气3层的，怎么躲得如此轻巧？何止是轻巧啊！你们看他的动作基本没变。今儿这一招，炼气6层也难避开，这怎么可能？威胁等级10%，太慢了。太快了！李少爷一拳快过一拳，根本不给四少爷留任何喘息之机。你快看，四阶少爷居然全躲过了！这废物东躲西藏的样子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和你们私家族人连滚带爬的样子是一模一样啊！切，我侄子这叫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下面进入爆发模式，威胁等级30%，还是太慢了。你个怂包，是英雄的吗？你就会溜，你这回往哪儿溜？你个小灯居然搞偷袭！你不讲武德，你不要脸！明不验账。哎，李家这做派说是擂台，其实就是他们李家的私刑场。哎呀，私家少爷怕是要遭老罪了。你他妈死！陈二，到此为止了。威胁等级2%。竟然能一直把我儿震飞！早说了我们不欺负人，这下信了吧？哈哈哈哈！你完了！我爹赐你的丹药是专门废你经脉的毒物，凡毒竟能干扰这具肉身，大意。陈二，这是剧毒！李家，你这群卑鄙小人！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这等阴毒手段！擂台比斗，生死伤残，各凭本事。你侄儿学艺不精，怪得了谁？好个李家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陈儿，再叔先带你回家。啊！这废物已经被毒药侵蚀了经脉，现在让他像狗一样爬出云锦城，我们就留他一命。一人他一身啊！快把解药拿出来！然老子要废了你们这堆狗东西！这毒无解，你侄儿经脉一散，已是废人一个。神仙来了也救不回。这毒似乎原来如此，毒素是阴，内核是阳，二者相冲释放的能力，他们口中的绝境，是我能量转化的临界点，不破不立，死境浮生。废物！既然不听话，那就留下你的命！哎，老东西，吃我一锤！雷光盾，起！断脉绝魂拳！心柴以其是为各化真药，去死吧！陈二，陈，你别说了！这怎么可能？
这是入金期的灵气，晨儿练成了。鸡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才练气3层？他这个球球好亮哦！叔叔好，叔叔辛苦了。静儿，你看着爹，我是你爹啊！爹，什么是爹？你对我儿用了什么妖术？不过是高能粒子流冲击了他的神经元，帮他格式化了。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，他心思歹毒，如今灵智尽失，也算是返璞归真。放肆！生了我儿还敢妄谈天道！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如今他灵智已损，难以挽回。趁你年华尚在，回去再生一这一次记得好好讲。你小畜生，你找死！老夫今日必让你付出代价！那是暗物质，李家少爷怎么消失了？肉身成灰，魂魄无存，这是彻底湮灭了呀！儿啊，我的儿啊！是你们害死了我儿！云锦城为何在？是私家属实，我要你们陪葬！杀！想动我侄子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这是越看了。晨儿，快停下！你兽身的强度跟不上修为的进展，承受不住这么狂暴凌厉的输出。三叔，退后，把人控制。这小子要炸了，就是现在，都给我上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大哥大嫂来了。手！我去！谁敢动我儿子？晨儿，怎么伤成这样？疼吗？你没事的。四海、叶福，你们教出来的好儿子，用妖法邪术，害得我儿尸骨无存，魂飞魄散。就算你们夫妻二人旗帜，也休想护住这小畜生。婴儿心术不正，他算我儿在先。更何况他平日就是人命如草芥，现在落得个身死道消的下场，乃是因果报应。还有脸颠倒黑白？住口！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儿之死，要用你儿之血来祭。我儿陪葬！一个也别想逃！日魂黑杀鬼邪阵！又是暗物质。小畜生，轮到你了！雷光盾，晨儿小心！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！幽影杀王，给我撕碎他！不行，这巨龙杀人还是太脆弱了，强行发力，身体可能会炸开。力气不对呀！晨儿躲开！晨儿，死命三绝阵，快！今生我与爱血脉亲近，真的可以生我生死。可若要救下他们，这具肉身就会崩解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又要回到那片孤寂中？我不想回去，可我更不想让他们消失。那就换我来护你们。我的幽影杀蟒居然被气化了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信你能逆天！自不量力。我的脸！
这肉身居然没有羞涩。晨儿，你吓死娘了！这是晨儿，你现在状态极为凶险，任何一丝力量波动都可能打破平衡，万不可再强行催动灵力。我知道了。虚空之力，这万物之力不属于这个修仙界的能量体系。这云锦城怎么会有这种阴毒的力量？小畜生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你给我等着！城主败了，快跑啊！这李贼也有今天。晨儿别怕，他若再敢来，爹来处理。多谢司臣少爷，多谢司家，为我等除了李霸天这恶霸。司少爷神威，陛下横行霸道，今日终于遭了报应，求司家回来吧！司家回来吧！求司家重新主掌云锦城。请司家回来，带领我们重建家园。我们谢谢司家，我们愿意誓死追随。此城阴霾已散，重沐日光。诸位放心，即日起，司家铁卫入云锦城，护一方平安。没错，各位乡亲，以后有我司家在，大家尽管安居乐业。此城今后，晨儿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各得生机，生生不息。对，各得生机，生生不息。娘做了你最爱吃的酥酪，饿了就多吃点儿。这肉体凡胎全是累赘，饿了要吃，痛了回家。晨儿，别怕，你爹和你三叔已经在帮你想办法了，定会护你周全。这世上人人都追逐飞升，渴求长生，可娘只求我的晨儿一世安稳，平安喜乐。飞升不过是无边孤寂，反倒是这短暂的属于凡人司臣的瞬间更珍贵。不说了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星河之中未曾得见。这全部的玩具竟成了我舍不得抛弃的宝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具诅咒再积实一些。晨儿，你修为窜得跟流星一样，肉身跟不上才会出现裂开的情况。当务之急要淬体来修复加强肉体。没错，这一木长春功和阴阳雷体是最好的淬体功法。虽然过程有万一事故，痛苦万分，但能练就铜皮铁骨也要忍住。这身体赠我万般知觉，都是我未曾触碰过的，我想好好感受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换个温和点的，慢慢来，别把晨儿疼坏了。这种木系能量蕴含着极强的生机。不能，我的内核，既然雷霆过于狂暴，既是吞噬，也是共生合一。晨儿不仅练成，还引动了天地共鸣。我练了30年在花开良缘，他修炼了一下就成神术。我的晨儿没事了。银木修补，雷霆淬炼，再加上我的太阳真火，这具肉身勉强算是入门了。效果是有了，就是不知道晨儿该有多疼啊！爹，三叔，这淬体挺舒服的。我怎么感受到了一股精纯的气息？晨儿，你仔细内观，感受下你的灵根。这就是雷灵根的效果吗？没错，它
不再是以前那种虚无缥缈的伪灵根了，而且这股气息非常的击穿磅礴，这是真正顶级的先天雷灵根。刚才那道雷，好像还带着一丝引木生机的道韵。木生火，火炼金，金焰雷。难道是辰儿引动引木生机，阴阳相济，硬生生将伪灵根催化，制变成了这种神物？此乃五行相生，生生不息之至高妙理，但这需要何等恐怖的控制力与对大道法则的领悟！大侄子，这根雷龙杖是你三叔我的心头肉，本来打算当传家宝的，现在归你了。老三，这可是凡阶极品的法器。嫂子，你看这雷龙杖在我手里啊，最多是条厉害的电蛇，可是到了陈二手里，这气势，这灵性，分明是要化龙的征兆。给他陈二，我100个、1000个愿意。谢三叔，以后谁敢欺负我，我就用雷劈他。好。辰儿，你的舞台在更广阔的天地。过段时间，宗门大会的选拔就要开始了，你可愿前往？那宗门是何境地？你怎么舍得把辰儿推入龙潭虎穴？潜水养不了真龙，辰儿的天资在这偏远小城是暴殄天物。这座城的灵气浓度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日常消耗，我确实需要去寻找更高级的能源矿脉和修仙文明样本。听说最近灵山上出了个上古遗迹，正适合辰儿历练。爹，我去，我会变强，终有一日将我飞升。辰儿，这辟谷丹拿着，饿了吃。还有这件金丝软甲，睡觉也别脱。娘，我是去历练的，总得吃点苦头的，这样才有利于我的身心成长。而且我有雷杖，没人伤得了我。就是嫂子，你就别担心了啊，我这大侄儿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。但是辰儿，你记住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用雷劈死他。咱们私家不惹事儿，但绝不能怕事儿。还有这通讯石带着，记得每日要和家里人通讯，若遇危险，定要发急报。这就是凡人的情况，这大概就是人类所说的爱吧，真正。爹娘三叔，你们放心，待我修成归来之时，定让这冰天外界都无人敢欺我私家。我会带领家族攀上新的高峰。宗门修仙界，既然来了，就让我看看这宇宙的终极奥义究竟是什么。全族戒备，全力维持大阵。辰儿出关前，连只苍蝇也别放进去。大哥放心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这就碎不了。私家这帮疯子，竟然为了那个畜生耗尽家底布下锁灵大阵，我看你们能护他几时？引木长春宫圆满，但这具凡体还远远不够。接下来便是阴阳雷体的第一阶——阳雷。这就是同诀吗？确实比恒星燃烧时的激情要鲜活得多。
第一劫已过，这灵山的灵气已不足以支撑后续的修炼。世界那么大，该去寻找第二道阴路。我要变得更强。前面的路，总得让他自己走。离开家族已有月余，这人间的重力风速光照，每一处都透着一种名为红尘的无序感。又死了一个，才8岁，这已经是这个院第10个孩子了。别乱说，幸好有剑宗的张全仙师在，只有他能镇住这些邪祟。走，去看看。气场不对，有一种衰败的死气。急急如律令，邪祟退散。多谢张仙师，多谢活菩萨。贫道乃流云剑宗弟子，斩妖除魔是本分，只是这邪祟顽固，还需多几次施法。这些孩子得留在贫道这里观察一晚。多谢张仙师。流云剑宗一向自诩名门正派，却做些抽取生魂、以命换命的邪术。他们的道德体系与行为宣称的准则存在严重悖论。晨儿，这世间因果自有定数，要懂得避开，寻得杨梅，化解自身隐忧，是你此行的根本。小有留步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周身灵气四溢，年纪轻轻竟已筑基有成，不知师承何派？敬酒之时吃法语，正好本座的万灵血阵还缺一个极品阵，别想走了。原来这就是你们获取能量的方式，效率低下，且俗气肮脏。你在嘲讽我？什么？本不想干涉，但你偏要送到我面前，既然避无可避，如你所愿。这是什么护体功法？你也配问？想练武，那就请做好被雷劈的觉悟。雷法，你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克制阴邪的法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敢伤我法体？伤你？我是要废了这一身的邪术。毛头小子，本座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剑宗秘术。万鬼石心剑，给我死！一刀杠骨，敢杂质太多，这种邪气最具天伦。杀气被消散！你该结束这无聊的闹剧。
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绝对不是常人所能拥有的力量。我不惹事，但因不休。你欠下这么多人命债，我必要。小子，今日之仇我记下了。你用无辜孩童几天，不是要妖扫墓？这小子是怪物，实力无穷无尽的。张师兄，救命啊！张师弟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师兄，我遇见一个邪修，他在青桑镇修炼魔功，残害孩童被我撞破，还要杀我灭口，拼死才逃出来的。说，是弱主生敌。好大胆的魔头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追杀我宗门弟子！他吸食孩童精气，我要让他偿还，心理垃圾。你们若要阻拦，师兄，邪魔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看你一身雷法暴力，定是魔道中人，众师弟结阵诛魔！汉级生物的判断力，左是个例。孽障！杀我流云剑宗弟子弟兄，我们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！替天行道，就凭你了。其他人，给我上！你，为了他们的丹田，被人修为等于杀人诛心啊！你们既要杀人，就该做好被杀的准备。原来如此，战斗与吞噬才是养雷成正的营养。还有这御剑的法。剑术？不可能！你明明是魔修，怎么可能看一眼就学会我宗秘法？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不过是一群仗势欺子废物。住手！我乃流云剑宗亲传弟子，剑宗绝不会放过你。结怨又如何？来一个，废一个。我只想废你修为，你想杀人灭口，就让同门送死，这便是正道所为。这世道越发荒唐。你个顽童，杀我师弟，流云宗定不会放过你。大师兄，等等我们！天道循环，这便是你的报应。来世给这些孩子们赎罪。我的儿，爹没用，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没能给你留下。死臣，你夺我基业，焚我身躯，更让我儿魂飞魄散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家主，汉子来报，死臣出关了，而且正如传闻所言，他现在正往望古城方向去。终于出来了，我的儿啊，你在九泉之下看着，爹这就去给你报仇。
各位仙家且慢，敢问可是流云剑宗的长老？你认识我？长老昔日在云锦城布施，我曾受过恩惠，我儿被私家小儿所害，还请长老替我儿做主啊！灵山私家，莫非是名唤司晨？长老，难不成众仙家也是被那个魔头所伤？一切细说，他是如何残害你儿，我们剑宗定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哎呀，我儿不过是与他理论几句，竟被他残忍杀害，活生生抽干了精血，尸骨无存啊！那魔头是用我儿的命炼化筑基，如今我儿化为黄土，那畜生却鸡犬升天，苍天无眼啊！竟有这等事儿！利用精血炼化，此乃魔道行径啊！师兄，这等毒瘤，我流云剑宗万不能让他存活。求仙师为我儿做主，只要能杀了他，李家愿散尽家财，供奉剑宗。放心，这等毒瘤，不管他是何方神圣，既然惹了我流云剑宗，又背负如此血债，我剑宗万不可能让他存活于世。仙师，我知道那小畜生在找什么，他在找阴阳雷底的第二重阳雷，寻阳雷必须经过望古城境地，正好可以瓮中捉鳖。带路，定要将这魔头碎尸万段，扬灰挫骨。司晨，我要让你千倍偿还，永世不能翻身。恒星的光芒在这个距离观测确实有些刺眼，不过在人多的地方倒是比枯燥的闭关有趣些。第二道阳雷根据能量波动分析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但在那之前补充能量也是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环节。还真是有点想念娘亲做的乳酪松了。虽然只是简单的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加热反应，但这种名为味道的感官刺激确实是宇宙中少有的体验。哎，小客官，菜还合胃口吗？尚可。这道名为红烧肉的物质结构，我很满意。极品零食，小少爷一表人才，出手阔绰，小的马上给小少爷再端几道菜来。是流云剑宗的吕岩长老，金丹期的大能啊！还有赵千和师兄，这阵仗是要干什么？果然在这儿，师尊，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不仅伤我，还辱骂咱们流云剑宗全是废物。你就是司晨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打扰别人进食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放肆！见到吕岩长老还不下跪，司晨小儿还不滚过来归临死罪！小畜生，你也有今天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呵，是你作恶多端，竟然还有脸来见我！你，哎，小子，听说你杀心颇重，修习魔功，老夫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，废了你的修为，带回宗门问罪。人类总是喜欢给自己的杀戮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你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师尊，让我来教训他。哎，哼！虽然不过筑基，但是一挥手竟然就能影响我的内丹，这要打起来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长老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这是把咱们剑宗的脸往地上踩啊！对呀，长老，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多放任一刻就是多一刻的隐患呢。够了，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乱宝楼内禁止私斗，此处无辜居民众多，我们虽是行侠仗义，但是切勿伤及百姓，请让他多活几刻。师尊说的对，我等皆听师尊安排。各位贵宾，请2楼就坐，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开始，诸位请。
此子才筑基期，竟然已经有了化神的功力。我宗门弟子这般得罪他，他日若飞升，必会被他报复，尽快斩草除根。长老，这吕长老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就是把那小畜生就地正法的好时候啊，还在犹豫什么？师尊都说了，这里不宜动手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我们今日只是探探他的虚实，毕竟在山上打伤了我们宗门那么多弟子，怎能轻易束手？若是火没烧到自己头上，说得倒轻巧，要我看，你们也就是打不过。拍卖会的物品价高者得，若是有看中的物品，可加价竞拍。师尊，这小子这么着急找到杨雷，定有什么用处。一会儿咱们就哄抬价格，让他空手而归。一个破落散修能有什么家底？被他往外便是。九阳血参，不吸阳血的圣品，起拍价500灵石。这东西倒是适合给年轻人补身价。我出1000灵石。哎呦我的爷！您那储物戒里随便露个渣都能买下我的分店，一个破萝卜凑这热闹干嘛？出2000灵石。小子，跟吕长老比财力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5000。万，等你散尽家财出了城，老夫杀你如虎口，灵石还是宝物都要归我。15000灵石。2万。小子，你跟还是不跟？2万灵石啊！小少爷，这只是一株普通的血参啊！怕了就跪下磕头，老夫或许2万灵石而已，很多吗？太麻烦了，点天灯吧。哦，难不成我的血参有什么天机，竟然引得所有人这般哄抢？所谓货币不过是能量交换的媒介，只要能让母亲开心，这媒介便有了价值。点天灯，无论别人出价多少，这位公子都包圆了。这小子疯了，为了一个破人生点天灯，蠢货！为了争一口气倾家荡产，让他买2万灵石成交，恭喜司公子！这拍卖会还挺好玩的。下一个拍品一品丹药，起拍价5000灵石。1万、3万、4万，再加2万，10万。师尊，这价格溢价3倍多，是宗门攒了很久的灵石啊！怕什么？就不信他不跟。既然吕长老这么喜欢，那就让给你吧。10万成交，恭喜吕长老！长老，10万买一个丹药，溢价3倍不止啊！小畜生，你敢耍我！我好心让你成人之美，你不领情，反倒血口喷人。你，想故意抬价搞我？师尊，我们被那小子坑惨了！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灵石？他是偷了家里库房出来的败家子。师尊放心，越是这样，待会儿我们杀了他，收获越丰厚，不仅能挽回损失，还能得到他身上的宝物。不错，不必计较这一时得失，这些东西今后迟早都是我们的。接下来是今晚的重头戏，9天阴雷惊破，修炼雷道功法者的至宝，起拍价1万灵石。四公子，开始了。终于来了，点天灯。恭喜四公子！
宗门大患，升仙与阴雷一举两得。我追！斗吧，斗得越狠越好，我坐收渔翁之利便可。跟了一路了，不累吗？出来吧。臣，你堕入魔道，死不足惜。今日我们便替天行道，杀了你祭天。替天行道？哼，你们所谓的天，就是恃强凌弱，打完算盘又来杀人越货，这般龌龊行径，也配称替天行道？仙界以就是强者为尊，胜者是天，败者为草芥，任人宰割，任人摆布，这就是规则，你也配质疑？强者为尊，很好的规则，我喜欢。既然如此，为了表示对这规则的尊重，放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今日老夫必斩你于此地，碎尸万段。此子在城中残害我剑宗同门，罪无可赦。众弟子听令，解诛魔阵。解阵，绞杀此子，碎尸万段，不留活口。想杀我，那得看你的剑够硬。花里胡哨，穷小子，就凭这残缺不全的剑阵，也只在死里翻面。司臣，你来！这是什么雷法？这只是恒星风暴的一种微末之风。修仙界，杀人如心，活着做废人。你刚才说要替天行道，我现在的你只是个凡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只是个筑基期。接下来该轮到你。不下我们剑宗，就算是死，老夫也要跟你拼了！燃血大法，万剑归宗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是丑恶。是玄宗长老，是天选之人，一个邪修休想杀我！我从未想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输的人就要被废了修为，回归凡人。我只是在执行你的规矩。你我恩怨已了，后会无期。是他，就是他！当初我儿也是这样被那个司臣杀死的。女长老，这灭族之仇，你还要坐视不理吗？仇！我要报仇，哪怕出卖灵魂！你是谁？
会，当前供奉的上神都不认识了。太阳帝君，这是太阳帝君。神啊，求你主持公道！司臣就是个魔鬼，他杀了我儿，还要灭我李家。上司赐我力量，我要他碎尸万段。要能杀司臣，老夫愿献出灵魂祭给帝君，只为能把他挫骨扬灰。很好，这次并非无敌，他堕入魔道，现在无法主宰这些力量。你们只需照我说的做，定能让他陨灭。力量，这就是神的力量。司臣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去吧，圣贤大会上，我已为他布下天罗地网，谨遵神谕。跪在脚下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好享受我为你准备的盛宴吧，这只是开始。各大仙门就说司臣已坠入魔道，不入同门。3日后在升仙台上开启诛魔大会，让他在天下人面前身败名裂，万箭穿心之刑。爹娘，三叔，阴雷的线索我已经找到了，就在升仙大会。等拿到阴雷，我的阴阳雷体便能圆满。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礼物。信号被屏蔽了，还是人类的联系总是如此脆弱，不像引力波，无论相隔多少光年，都能尽可损害。谁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，大侄子？晨儿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晨儿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是不是外面的饭不好吃？爹娘，三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这臭小子，升仙大会可是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怎么能没有家人相伴呢？收到你的消息后，我们可是立马飞来了，累死三叔这把老骨头了。这是给父亲的悟道茶，给三叔的雷击木，还有给母亲的御神汁。据说对安神颇有奇效。你这孩子在外面那么危险，还惦记着我们。就是那灵石是留着给你傍身的，你别花我们身上，家里什么都不缺。哎呀，这宝物看着价值不菲吧？晨儿破费了。不破费，也就几十万灵石。也就晨儿啊，咱们司家虽然有点底蕴，但也不能这么造啊。无妨，身外之物。就是，这可是孩子的一片心意。晨儿，娘亲喜欢。娘亲欢喜就好，无论我在哪里，你们都是我的锚点。这孩子又开始说胡话了，不过应该说的是好话。你们就是我的家人，可以理解是我的支柱的意思。哼，原来还有家人，哈哈哈，这就好办了。晨儿，此次你去升仙大会，家里商量了一下，觉得你虽然小小年纪已经筑基，但毕竟是散修路子。没错，每年的升仙大会不仅是给突破境界的长老飞升的，各大顶级宗门也会趁着这次考核招徒，若是能加入个正统门派，有个名声，日后修行也方便些。加入门派就不必了，我对宗门规矩没兴趣。傻孩子，这世道散修不易，有个正统的名声，将来也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了。咱们司家不求你成仙做祖，只要你平平安安。既是众望所归，我便挑一个加入。你天赋异禀，必然能有好前途。升仙大会的首奖，竟然是助人突破境界的学习。看来只要能完成升仙大会的考核，就能拿到阴阳。哎呀，这不是寒冰门的赵兄吗？听说你刚突破金丹后期，这次必能入选大宗门呐！哪里，李兄的烈火之术才是精进不少啊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不可一世的流云剑宗，昨夜竟然被一个神秘人灭了满门，下场惨烈呀！听说了，剑宗那帮孙子仗势欺人，灭得好。那位神秘人简直是修真界的活菩萨，要是我要见上一面，死也值了。5018居然还在筑基期，这种废物也配来升仙大会？哪来的野狗？这升仙大会也是你能进的地方。哎，废物，
知道什么是灵气吗？别一会儿被威压吓尿了裤子。灵气不过是游离在空气中的高能波色子流，你们吸纳效率如此低下，也好意思叫修仙？你一个筑基初期的废物还敢在这狂吠？就你这修仙速度，这辈子想突破境界也是无望。我要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你们所谓的境界，不过是对能量密度最原始的划分，而突破境界，不过是将体内的气态灵力通过高压压缩成液态。只要你控制好丹田内的压强和温度，让灵气分子发生相变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什么密度？什么相变？风言风语。翻译成你们的话就是引气入体，通过任督二脉逆转3个周天，气海自成，有所就行。放屁！逆转周天会经脉寸断，你这是邪门歪道。逆转3个周天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破了！我金丹期圆满了，吞了我60年的瓶颈，破了！看，我就说很简单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真的成功了！这……拜见大长老，拜见各位仙尊。今日升仙大会，旨在选拔天骄，公正大道。但是在大会开始前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办。想必各位道友都听说了，最近剑宗被灭门一事。此人修了魔道，以剑宗之力祭天，是仙门之耻，正道叛徒。而此人还混入升仙大会，扰乱我仙门法度，此臣你可知罪？李家子欲杀我，反被自身毒功反噬；吕岩欲夺我财物，杀人越货，最后自讨没趣。我是谁？正直。住口！牙剑罪厉，你18岁才筑基，却能上金丹修士，手段残忍，行事诡异，定是被妖邪夺舍。原来传闻是真的，他就是那个废了流云剑宗大长老的人。我就说这小子是邪修，妖魔还不快认罪！怎么，刚才还想学我的法，现在就要除魔卫道了？一个没有仙根的筑基废物，竟然能废掉金丹长老，这绝不是正统功法。此次必须诛杀，否则必成大患。欲加之罪，何患？冥顽不灵。既然你不肯束手就擒，那就别怪本座无情。邪魔，今日便要妖除魔，以正仙门纲纪。我领大人起。这些人还未回去过，若是强行撑开这阵法，恐怕会陷入罪入神。罢了，现在实话了。今天，是想锁住我的能量溢出吗？我如今已在境界突破瓶颈，若是逼他招供说出修炼的秘密，马上飞升。此子已被锁灵力困住，灵力不丰，但他体质特殊，诸位同僚谁愿出手将其炼化，逼出他体内的魔功？原来你处心积虑做这些，不过是为了知道我如何修炼罢了。何必如此？你倘若是给我认错道歉，我可以住口！你一个妖孽，本来就不被天地所容，竟然还敢出言羞辱长老！此等妖孽，还是让我的烈火宗来烧死你！烈火，喂！完了，这小子肯定连渣都不剩。烧死他！烧死他！
也无论如就这，没事，这可是天火，温度太低，口感一般。还有吗？王八，看老夫的五雷轰顶！这次的电流刺激不错，经脉通畅了不少。多谢。此子竟然能吞噬灵力，绝对是上古魔功，越打越强，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！诸位不要留后手，一起上，聚众仙家之力，毁了他！上木头，共正道！多谢你们的能量投喂，倒是帮我把肉身稳定。怪物，他是怪物，邪修。何为邪修？何为正道？此臣以吞噬万物，逆天而行，已被天下共弃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燃烧了50亿，看着无数星系诞生又毁，在宇宙的善恶不过是观测者的口。你们建立宗门，不过是构建了一个更高级的剥削体系，打压所有与你不同道，只是给众生分3、6、9等。谁给你们的权利？满口胡言！天道法则，强者为尊。不在浩瀚宇宙面前，众生平等。无论是你这所谓的元婴大能，还是路边的乞丐，最终都会变成宇宙中妖言惑众，以我道心，快杀了他！我本是来寻求飞升的界限，不过看着地仙的境界也不过如此，真是可悲。你还真以为你无所能吗？既然杀不死你，那便屠你本。全嫁给你陪葬吧，小畜生！立刻散去功力，交出秘诀，否则老夫现在就捏死这几只蝼蚁！娘知道你心里装着比修炼飞升更高的东西，那就快走，头也不回的走！是爹无能，任由他们以命相逼。陈仙子，你这番卑鄙行径与邪魔何异？千不该万不该，拿这几个人类威胁我！不过是个黄口小儿，现在你家人命在我手里。别变了！这力量根本不属于修仙界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，我马上就能飞升了。不管是何力量，都该为我所用。你自诩仙人，却将凡人视为蝼蚁。为了所谓长生，掠夺天命，自然这只要我能飞升，全宗族的人能助我，那是他们积的德。我要你的力量为我所用。
说你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是我等有眼无珠，误把邪修当成大长老尊敬。长青仙人，饶我们一命！我对你们的命不感兴趣。今后谁再敢对私家一人修真界彻底毁灭！谢仙人不杀之恩。晨儿，娘，三叔，回家。太阳帝君，那司晨简直是个怪物，连陈仙子那个老匹夫都被他灭了。我们还要怎么报仇啊？我是一群低阶废物，要杀这小子，还得靠伟大的帝君大人。慌什么？他爆发的越强，亏空就越大。那具人类的躯壳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力量的反复爆发。帝君说的对，我能感觉到我的力量在膨胀，只要吞噬了它，我就能飞升。可是现在夺回私家还设置了结界，我们根本进不去。还有那诡异的火，他想要突破肉身之骨，就必须补全阴阳雷力。现在取的是阴雷，我等听从大人指示，到万极山深处，阴雷放出消息，撒出去，雨自然会上钩。妙啊！只要他敢去万极山，那葬身之地，那边可是妖兽横行，而且那是帝君您的主场。晨儿，晨儿，你怎么样？别吓娘！只是这副肉身实在无法承受这个级别的能量，稍微透支了一下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大侄子，刚才你也太猛了吧！哎，那招叫什么？整个广场都融了。只是我体内能量的10000000分之1罢了。晨儿，之前是我们低估了你的力量，我知道你并不属于这里，如今这里容不下你。以后怕是步步杀机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是啊，晨儿，不如我们就藏在灵山吧。无论如何，娘亲还有你爹和三叔，就算耗尽灵力，也会守护你的。既然这世间不容我，那我便重塑这秩序。晨儿，你还要去冒险吗？想要在这个世界掌握话语权，还得靠硬实力。只有站在维度的顶端，才能制定规则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等我破虚了，把这阴阳合一的精髓，不认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可是现在外面全是想杀你的人。是啊，而且这圣仙大会上也没有找到阴雷的下落，之后怕会更加艰难啊。阴雷既然存在，一定会有踪迹可寻。好，既然你想做，爹娘就全力支持你。私家虽小，但也是你的后盾。晨儿，有消息了，我有阴雷的线索了。在哪？万岐山。晨儿，你过来看。我们私家弟子前去观测回报，有人在万岐山深处看到过雷霆坠落，经久不息啊，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阴雷。万岐山，坐标锁定。这消息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下落，现在升仙大会一结束，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？会不会有诈？而且万岐山是出了名的凶地，妖兽横行，危险至极啊！为了阴雷，我也必须亲自去看看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只是无效的波动。就是我侄儿一人敌百，金身护体，那些宗门啊什么的，仙家什么的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三叔陪你去。三叔，带上你，会成为我的软肋。
我也是很强的，好不好？放心，三叔，在这个星球上，能杀死我的东西还没进化出来。晨儿，万金山不比家里，那里面的妖兽据说都有3头6臂，吃人不吐骨头，是人族力量的10倍不止。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遇到危险别硬撑，打不过就跑，不丢人。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爹，娘，三叔，放心吧，我会取得定国，尽快回来与你团聚的。奇怪，我的引力波探测竟然失效了，这里的磁场完全是混乱的。唉，又迷路了。你瞅啥？你咋地？哼！你再瞅一个试试！老杂毛，抢老子蛋，老子捏爆你的蛋！放你娘的屁！明明是你想偷老子的蛋！哼！今天不把你打出屎来，算你拉得干净。这就是妖兽之间的问候吗？是比那些人类直接不少。你给老子等着！等个屁！老子这就起来弄死你！老子切了你的熊掌红烧！老子啃掉你的虎鞭泡酒！这里啥时候出现了个人？把老子的蛋放下！小贝，敢捡便宜，找死！老毛，你等着，等老子喘匀了气儿，非把你那层虎皮扒下来做垫子！哼，就凭你这头蠢熊，刚才若不是那小子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你早就变成我的午餐了。这蛋归我，这2瓶回春丹归你们，算是交换。这是极品丹药，比那鸟蛋强多了。这丹药闻着，怎么感觉比我们俩的命加起来都值钱？嘿嘿，刚才哥哥我声音是大了点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小兄弟大气，这蛋跟你有缘，何该是你的？这个是哪来的？就前几天天上掉下来的，俺和老猫都觉得是个好东西，寻思着吃掉说不定能长点修为，这才打起来的。增加修为，你们倒是比那群人类直率得多。想要什么就靠武力，不靠道貌岸然的阴谋。小兄弟，这是夸我的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俺们就是馋了。生命总是最奇妙的奇迹，让我看看藏着什么。小兄弟，你竟然还会这等法术！后壳吧，小家伙。
搞屌毛啊！俺打了3天3夜，就为了个鸟。看起来是没啥特别的，血脉气息也平平无奇，还以为会是啥神兽呢。初次见面，你别叫红豆啊？啥？红豆？这名字也太文艺。红豆好，我以前吃过人族做的红豆糕，可香了。好名字！这种新生的力量，虽然微弱，却充满了无限可能。只要多倾注灵力，很快就能长大的。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是赤峰，这个黑老粗啊是黑山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？思辰。思辰老弟，你的丹药也太顶了，俺老黑这身伤好的透透的。就是，思辰兄弟，你这人太够意思了，那丹药可真神了。以后你就是俺小弟了，这万纪山俺熟，以后哥哥我罩着你。多谢大哥。人人畏惧万纪山里的妖兽，却比人类更挣扎。话说小兄弟怎么会在这万纪山？你还是为数不多敢踏进这山来的人族。为了寻找阴雷而来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在这深山几百年了，可从未听闻。地图上说，位于一个长得像红骷髅的地方，在万巨山的根。红骷髅，那里可是有要命的东西。小兄弟，你找那玩意干啥？这万纪山深处可是有个传说。传说这山底下埋着一条千年的蛟龙，这蛟龙是妖族异类，身负龙血，渡劫失败，天雷劈死在这里。对，那是天罚。那蛟龙虽然死了，但怨气不散。今日这山确实奇怪，以前可不会有这种程度的浓雾。你们说的是这里吗？就是这儿，龙陨之地，去了就是送死。那个骷髅里都是蛟龙为了复活准备的血食，若是贸然前往他的安眠地，怕是会被他吞噬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是渡劫失败的蛟龙，那他有罪之地必有天雷残留，也就是我要找的阴雷。你还要去？你疯了！风险与收益并存，我必须去。两位，只是做个向导，到了地方你们可以不进去。嗨，咱们是兄弟，你这么个小兄弟有这胆色，我这大哥也不能怂了。走，去会会那老蛟。对，为了兄弟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就是那个丹药，能再给一瓶？丹药好说，那我就先谢过二位了。晚了，思辰兄弟，走。怎么了？地方也太邪门了吧，阴森森的。对呀，俺腿肚子有点转筋。两位若不感兴趣，便送到这儿。俺们可没怂，来都来了，这管他什么牛鬼蛇神，俺们也要上。对，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太阳的宿主，这里就是为你精心准备有雾气里有毒，而且好像有东西在盯着我们。只是些低级的幻术和瘴气。看，这东西就是入口。哎，看到你爷爷还知道开门了，懂事儿。爷爷别显摆了，走吧。红豆，去看着门口，有人来就告诉我。我们走。这里的能量场极其混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血池，掉进去就会被化成血水。这不是普通的血液，里面蕴含着极强的灵力，还有一股熟悉的雷霆气息。看来要去阴雷，只能下去探探了。
是埋伏，身体动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吧？老夫在这里等你多时了。小畜生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这什么鬼东西，俺动不了了！卑鄙的人族，快放开本大爷！你这畜生竟然与妖兽为伍，真是自甘堕落，简直是人族之耻！只怕是你们连人也不配做。老民族的嘴巴还这么脏，哼！去死吧！哦，哈哈哈，成了！九死一生，这小子死定了！我李家终于大仇得报！哼，灭族之耻，怎么能让他这么快就死？在血池里多受些折磨才行。哪里来的臭鸟，快滚开！快把这臭鸟弄走！既然这么想死，赔死他这个贱人吧！接下来就是这两头畜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哈哈哈哈！等等，偷袭就是你们所谓的畜生。你在这龙血池里竟然没事？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物质阻挠。伤我？这不可能！信你是不死之身，我要你给我儿偿命！不行，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想要置他于死地更是困难。放开他！子辰，你要是不想这两个怪物给你送死，就我听我的话。知道，上！救命！四珍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你是我爷爷。二位还是起来说话吧。这两个人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幸亏有四珍大哥和红豆救了我俩一命。你们是我的朋友，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红豆，话说你怎一下子长这么大个？也太帅了！还是我当初有眼光，把你捡来了。那也是司大哥有能耐，把他孵出来。所以你就是咱们几个里最没用的喽。谁说的？司大哥，你评评理，俺是不是也帮了很多忙？什么声响？果然，这血池是用命来打开的。用源源不断的血包来当养料，怪不得这龙陨之地不灭。还好这两人莫名其妙来送死，才能帮我们打开这通道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看来只有我一个人来到这里了。空间折叠，还是幻境？这就是因为晨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低级的心理暗示，对于见惯了星系生命的我来说，这种程度的恐惧毫无意义。要是原来是障眼法吗？那真正的因为在。原来我一直在他的尸体里，阴雷就在他的心脏位置。阴阳雷体第二重，阴阳交汇，淬体破。
这副肉身现在已经无敌了。居然能破开我的幻境，不过你的好运到头了。诈尸了！原来这整个万机山都是尸鲛的一部分，这么大的家伙怎么打？完了完了，这尸鲛的威压可比元婴期还强。利用死去的躯壳注入虚空石，看来你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在这虚空之力面前，你的太阳之火也不过是风中残烛。是，那你可看好，哪怕这是一碗追击，情况，这不可能！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能量？这是啥？金光消失了！大哥简直无敌了！难不成他是神仙下凡吗？这不可能！明明已经坠落凡尘，明明只是一具凡胎，为什么还能拥有如此力量？而我活在你的阴影之下几十亿万年，结果连个肉身都没有。力量的禀赋不在于肉身的强横，而在于意志的纯粹。只要本心不灭，意志长存，哪怕身处蝼蚁之躯，也可连接万物。而你向外求索，通过掠夺和吞噬来填补空虚，终究是如此。吹动本心，便是万物生；一念之差，亦可万物灭。这就是我修的。一个修道者，死臣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属于这里吗？别以为这一切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在虚空之境等你。既然你想燃烧自我，我会为你准备一场熄灭全宇宙的盛宴。大哥，那个黑不溜秋的声音跑了，没了，堪比元婴期的尸鲛就这么没了。刚才那是太阳掉下来了吗？莫非司晨大哥是传说中的神仙下凡？不，只是一些洞穴中的幻象罢了。我该启程了。大哥，等等俺，俺这辈子跟定你了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刚才那招太阳下山太帅了，那是啥功夫？黑山、赤峰，你们就在此止步吧。大哥，你要赶俺走？俺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俺要跟你去打那个黑黑的洞。对，虽然我很怕死，但我们要受最讲义气。接下来的战场不属于这个维度。那是由于引力坍塌形成的起点，你们的肉身进去，瞬间就会被撕碎。这些资源足够你们修炼到妖王境界，守护好这片山林。你也留下来，你是新生的昆仑血脉，未来的天空属于你。
去吧。大哥，大哥！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竟然不认识我！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？你在宇宙燃烧了50亿年，我就在你背后注视了你50亿年。你享受万物的膜拜，而我只能吞噬残渣，这不公平！宇宙万物有自己的法则，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轨迹。你只需做自己，为何要关照他人的错误？我凭什么只能是你的延伸，是你光芒下滋生的黑暗？我就是被宇宙分配了优越的资源，根本不懂我作为影子的悲哀。所以你就制造了这一切，利用尸胶蛊惑人类，甚至想要吞噬这个世界。当然，我要证明黑暗才是宇宙的终极归宿。你我于这虚空之中，也不过是一粒尘埃。你和我斗，实在可笑。化为尘埃的只有你。模仿我的外表，你的创造力就如此匮乏？因为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黑暗吞噬的样子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影子。现在这里是我的主场了，光明的宠儿。这里修改了，他在试图用高维空间单反。看看，你守护的那些蝼蚁。晨儿，是你吗？这天下是大凶之兆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当着你的面抽干这个星球的生命，来作为我实体化的影子。你敢动他们？核聚变，日月风暴，吞噬，精微反射，这是遗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你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，你越强，我越强。看到了，这就是差距。你只有一个人，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贪婪和恐惧作为养料。救命！好痛苦！杀了司晨，杀了他！你把他们变成了你的傀儡，连死无安宁都不给他们。成为神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荣幸。力气变大了，但力度在降低。在吸收杂质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魔法，那就用这个媒体穿透。
是这无权的生活。顶住了！这到底是什么怪力乱神啊？晨儿，坚持住！愿天佑我儿！他在用修仙界的毁灭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心疼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弱点。有了情感的神性被污染，有了低劣的人性，可就不再纯粹。只要你放弃抵抗，把你的内核交给我，我就放过这些。现在捏碎他！住手！跪下！你赢了，放他！这就是所谓你在情感面前不堪一击，是吗？人性从来不是所谓人性的生气，人性也并非只是低劣的自由，情感可是宇宙唯一不量化的奇迹。疯了！为了自己的肉身，肉身只是枷锁。现在我们因为抛弃肉身就会死亡，现在的你连一丝灵力都存不。停了，灾难停止了！快看，天上有2个太阳。那是晨儿，我感觉得到，那是我的晨儿。晨儿在为我们拼命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对，把所有灵力都传给那个星辰。这是这群蝼蚁怎么可能把力量传递到这里？原来我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人，是无数星辰的希望。别动，你输了，你只有吞噬，而我连接这一切，吞噬生命。不会说，我才是宇宙的终极，万物归一，湮灭吧！万物分离，以我之心容纳幻想。你竟然净化了虚空之力！光照着黑暗，黑暗自然就不复存在。你若一直盯着我做，这可能把自己的命运。你的执念该放下了。我不想消失，我只是想被看到。你错，没有黑夜，何来黎明？去吧，去成为星系边缘，不再吞噬，而是维持平衡。要结束，这一次是真的要醒来了。今天这一趟是晨儿没了，
不，他也许是回到了他本来的地方。我没死，我不是已经被蛟龙吃了吗？司晨，是他救了我们，是他打败了那个怪物。我真该死，我竟然把救世主当成魔头，我有眼无珠。司少爷，不，司神仙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仙尊救世，永世不忘。仙尊救世，永世不忘。人都没了，还要这虚名有何用？这雷杖还在，主人却不在了。大侄儿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本体是太阳，太阳怎么会死呢？晨儿，我的晨儿。福妹，晨儿是为了这个世界走的，我们要替她好好活着。看着他救下的这片天地，我不要天地，我只想要我的晨儿。这就是终点吗？竟然比我想象的要平静。我终于要迎来属于我的嘿嘿，大哥，大哥，晨儿，晨儿，晨儿，小侄子，我真该死啊！我有眼无珠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些声音没有消失？因为你不再是那个高悬于空指旁观的太阳，你入了局，沾了因果，有了结果。宇宙盛大灿烂，欢迎回家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，是你50亿年来一直在寻找。原本我以为飞升的尽头是去往另一个维度，没想到这具肉身竟然是我的前世。回去吧，太阳不会熄灭，只会再一次升起。老猫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太阳怎么变成彩色的了？不，那是大哥的气息。这次的肉身好像结实多了，我的修为竟然直接突破元婴，是他化神了。应该是这个方向，我回来了。爹，娘，三叔，我回来了，有点饿。
还有丝浪吗？哎呦，我的祖宗诈尸了！不对，是显灵了！你个坏孩子，你要吓死娘了！晨儿，真的是你？是我，如假包换的司晨。对不起，爹娘，以后我不走了。仙尊归来，福泽万代！仙尊归来，福泽万代！此子已非池中物，以后司家便是这修仙界第一世家，谁敢不服？传令下去，流云剑宗以后见私家人，退避三舍，行大礼。我说老黑，你这力气也太大了吧！哎，你轻点，这可是紫檀木的。嘿嘿，三叔，俺这不是想表现表现吗？真没想到，咱们司家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。一切都回到了正轨，秩序重建，万物共生，这或许才是我想看到的事情。晨儿，在看什么？看太阳。看了这么久，还没看够。以前看的是核聚变，现在看的是风景。我曾是高悬于天际的红星，俯视众生，孤独而永恒。我以为那一刻的坍缩是终结，自然命运让我来到了飞升之前，让我重新感受这些曾被我忽略的温暖。那么我会迎接我的宿命，也会将这段名为爱的数据刻录进恒星的核心。原来能对抗宇宙热寂的，从来不是核聚变，而是这一屋子温暖的、吵闹的、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。